王一博录节目遭导演刁难，一份法律文件让现场彻底安静下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黎春正。如果有一天你正在录制节目，所有摄像机都对准你，现场几十名工作人员都在看着你，而导演却一次又一次当众质疑你，否定你，甚至让整个拍摄现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紧张。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做？是当场反击，还是选择继续忍耐？最近，一段关于王一博的爆料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视频中提到，在某档节目录制过程中，王一博疑似遭遇导演不断施压和刁难。原本正常进行的录制工作，因为双方之间不断升级的矛盾，逐渐变成了一场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对峙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面对接连不断的质疑，王一博并没有立刻发火，也没有和对方发生激烈争吵，而是在沉默许久之后，直接拿出了一份法律文件。据爆料视频描述，当王一博亮出相关文件的那一刻，整个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甚至连原本态度强硬的导演也开始出现明显变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？如果事情真的像爆料视频所说的那样发展，那么王一博为什么会选择法律手段？而这背后又折射出了娱乐圈怎样的现实？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场引发无数网友讨论的风波。事情的起因，据网传视频描述，发生在一次节目录制现场。当天的拍摄原本进行得十分顺利，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布置机位，嘉宾陆续进入状态，现场看起来和平时并没有太大区别。而作为主要嘉宾之一的王一博，也像往常一样认真配合录制。了解王一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无论是拍戏、录综艺，还是参加各种商业活动，王一博给外界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之一，就是话不多。很多时候，面对外界争议，他不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回应；面对质疑，他也很少主动解释。正因为如此，不少人甚至给王一博贴上了沉默、高冷的标签。可是，沉默真的代表软弱吗？显然不是。而这次风波，恰恰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王一博。根据爆料内容显示，录制开始后不久，导演便不断提出新的要求。最开始，大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，毕竟导演对节目内容提出调整，本来就是工作职责的一部分。可是，随着录制不断进行，情况似乎开始发生变化，导演对于王一博的要求越来越严格，一个镜头拍完要求重来，一句台词说完要求重新表达，甚至连一些细节动作也被反复挑出问题。如果只是正常的专业要求，或许没有人会觉得奇怪，但让现场人员感到意外的是，这些要求似乎开始超出正常工作沟通的范围。有爆料称，导演甚至当众质疑王一博的工作态度。还有人表示，导演在现场使用了比较尖锐的表达方式。消息传出后，不少网友立刻分成两派。有人认为，导演追求节目效果无可厚非，毕竟严格要求也是一种职业精神。但也有人觉得，即使是工作沟通，也应该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。那么，如果你是王一博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会怎么办？是立刻反驳，还是选择继续配合？而王一博的选择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据现场爆料描述，面对接二连三的压力，王一博始终保持克制，没有摔话筒，没有当场翻脸，更没有和导演发生激烈争吵。他只是安静地完成自己的工作。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导演提出要求，
王一博配合，导演继续质疑，王一博继续调整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可越是这样，现场气氛反而越发压抑，因为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双方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积累。而真正让现场开始紧张起来的是导演后面的一句话。据爆料视频描述，导演随后将问题从工作内容延伸到了个人专业能力层面。这句话一出现，整个现场瞬间变得安静，工作人员彼此对视，很多人都意识到事情可能已经不再只是工作讨论那么简单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网友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偏偏是王一博？因为在大众印象里，王一博一直是一个愿意吃苦的人。拍戏受伤、赛车摔车、高强度训练，这些经历大家都看在眼里。这样的人会因为一点工作要求而情绪失控吗？很多网友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这场风波被曝光后，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后续的发展。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真正的高潮才刚刚开始。根据网传视频的说法，随着录制不断推进，导演的态度似乎并没有缓和下来。相反，双方之间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。有工作人员不断在中间协调，有人试图缓解现场压力，也有人希望尽快完成录制任务。毕竟对于任何节目来说，时间就是成本，每耽误1分钟都意味着额外支出。可是问题在于，当沟通已经脱离正常工作范畴的时候，继续忍让，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？这时候，不少网友开始回忆起王一博过去这些年的经历，从刚出道时的质疑，到拍戏时期的争议，再到网络上层出不穷的各种传闻，王一博似乎总是处于舆论中心。但无论外界如何评价，王一博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专注工作。有人说这是成熟，也有人说这是隐忍，但还有人认为过度隐忍有时候反而会让某些人变本加厉。如果你是王一博，当对方一次次突破边界的时候，你还会继续退让吗？就在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网传视频中的矛盾再次升级。据说导演随后又提出新的要求，并且态度比之前更加严厉。现场不少人已经明显察觉到气氛不对劲，原本忙碌的工作人员开始变得小心翼翼，甚至连说话声音都刻意放低，因为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而真正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，王一博依然没有发火，没有提高音量，没有拍桌子，甚至连情绪波动都看不出来。这种冷静反而让现场更加紧张，因为很多时候，一个愤怒的人并不可怕，真正让人看不透的是始终保持平静的人。第三个高潮也在这个时候到来。根据爆料内容，当导演再次提出质疑之后，王一博终于停止了继续配合录制。现场所有人的目光几乎同时集中到了王一博身上，有人以为他要反驳，有人以为双方会发生激烈争执，还有人担心现场会彻底失控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和所有人的想象完全不同。王一博没有争吵，没有理论，更没有用情绪回应情绪。据网传视频描述，王一博只是平静地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拿出了一份文件，动作不快，语气也十分平稳。但正是这一份文件，让现场气氛发生了巨大变化。有人说，当文件出现的时候，导演脸上的表情明显变了。有人说，现场工作人员甚至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因为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文件？根据网络上的各种猜测，有人认为可能与名誉权有关，
有人认为可能涉及法律咨询意见，还有人认为这是提前准备好的维权材料。当然，这些说法目前都没有得到证实，但有一点却引发了大量网友共鸣，那就是王一博选择的方式不是争吵，不是威胁，更不是情绪化对抗，而是法律。这一点也让整个故事瞬间进入高潮顶点，因为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娱乐圈出现矛盾之后，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什么？公开回应，社交平台发文，粉丝下场争论，媒体跟进报道，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，最后演变成一场舆论大战。可是王一博过去这些年的做法却有些不同。不少关注王一博的人应该都有印象，每当涉及恶意造谣、诽谤或者侵权问题的时候，王一博团队往往不会过度争论，而是直接交给法律程序处理。正因如此，当网传视频中出现法律文件的时候，很多网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一句话：王一博可能真的认真了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是将整个事件推向最高点。据视频描述，面对持续升级的矛盾，王一博最终表明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短短一句话，却让原本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下来，没有激烈争吵，没有情绪失控，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气氛的变化。因为大家都明白，当一件事情进入法律层面的时候，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了。随后，网络上开始流传一个版本，据说王一博最后留下了一句非常简短的话：法庭见。当然，这一说法目前仅来源于网络爆料，并没有权威渠道证实。但就是这3个字，却迅速引爆了整个舆论场。有人觉得霸气，有人觉得理性，也有人认为，如果情况真的属实，那么通过法律解决争议，本来就是最合理的方式。毕竟成年人之间最大的尊重，不是谁声音更大，而是谁能够按照规则解决问题。而这里也出现了整个事件最大的争议点。为什么越来越多明星开始选择法律维权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太快了，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，可能几分钟就传遍全网，一句断章取义的话，可能瞬间变成所谓实锤。而当谣言不断扩散的时候，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明星本人，还有家人、朋友、合作伙伴以及正常工作。因此，越来越多公众人物开始意识到，面对恶意攻击，沉默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。合理运用法律武器，反而是一种更加成熟的处理方式。而王一博这些年来的表现，恰恰让很多网友看到了这一点。平时的王一博话不多，也不喜欢制造话题，但涉及原则问题的时候，王一博却从来没有真正退让过。这种反差感也是很多人欣赏王一博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因为大家发现，王一博并不是不会表达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表达。王一博也不是不会反击，而是知道应该用什么方式反击。相比情绪化争论，法律或许才是最有力量的语言。相比网络互骂，证据和事实或许更有说服力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场网传风波最终引发的讨论，早已不只是王一博个人的问题。越来越多人开始思考，在如今的网络环境里，面对不实信息，面对恶意攻击，面对毫无根据的指责，到底应该如何保护自己？而王一博所展现出来的冷静和克制，也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。当我们把视线从这场网传风波本身移开之后，会发现一个更加值得讨论的话题，那就是如今娱乐圈的舆论环境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年来，无论是哪位明星，只要稍微有一点热度，
就很容易成为各种消息的中心。有些消息是真的，有些消息是假的，有些只是未经证实的爆料，还有一些甚至完全是凭空捏造。而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很多时候真相还没有出现，舆论却已经提前做出了审判。一张截图，一段录音，一个所谓知情人的爆料，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巨大争议。而当事情不断发酵的时候，当事人往往已经失去了正常解释的空间。因为有些人关心真相，但也有些人只关心热闹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公众人物开始选择法律维权的重要原因。因为面对谣言，解释一次，别人可能不信；解释10次，别人依然可能不信。但法律讲究证据，法律讲究事实，法律不会因为谁声音大就偏向谁，更不会因为谁流量高就支持谁。而这恰恰也是现代社会最公平的一种解决方式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如果网传事件中的情况真的存在，那么王一博选择法律手段并不是冲动，恰恰相反，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。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会把所有问题都变成情绪对抗，而是会通过规则解决问题。很多网友之所以支持王一博，并不仅仅因为他的明星身份，而是因为王一博这些年来展现出来的一种态度，那就是专注。回顾王一博这些年的发展经历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无论外界如何评价，王一博始终在做自己的事情。拍戏的时候认真拍戏，比赛的时候认真比赛，跳舞的时候认真跳舞，录节目的时候认真录节目。当别人把时间花在争论上的时候，王一博似乎更愿意把时间放在提升自己身上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当各种争议出现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网友开始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。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长期努力的人，看到的是一个不断挑战自己的人，看到的是一个一次又一次用作品说话的人。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王一博，有人觉得王一博话少，所以性格软弱；有人觉得王一博不爱回应，所以缺乏态度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显然不是。真正了解王一博的人都知道，王一博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制造冲突的人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王一博没有底线。平时可以沉默，工作可以吃苦，面对误解可以克制，可一旦涉及原则问题，涉及合法权益，涉及个人名誉，王一博也会选择站出来保护自己。这种该沉默时沉默，该坚持时坚持的性格，反而让很多人更加欣赏。因为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，有的人遇到一点小事就情绪失控，有的人受到一点委屈就失去理智。而王一博这些年给外界展现出来的，更多是一种稳定感。这种稳定感，或许才是王一博身上最难得的品质之一。而回到这次网传事件，其实事情发展到最后，谁对谁错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让更多人开始关注一个问题：当争议出现的时候，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去解决？是情绪化对骂，还是理性沟通？是网络互相攻击，还是通过合法途径维护权益？答案其实已经非常明显，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从来都不应该建立在情绪宣泄之上，而应该建立在规则和秩序之上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认可依法维权的原因，因为这不仅是在保护自己，同时也是在尊重规则。而如果说这场风波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启发，那么最大的启发或许就是面对质疑的时候，不要急着愤怒；面对争议的时候，
不要急着失控。真正强大的人，往往拥有控制情绪的能力，也拥有解决问题的智慧。而在很多支持者眼中，王一博正是这样的人，冷静、坚定、克制、理性，不轻易与人争论，但也绝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原则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，王一博依然能够保持强大影响力的重要原因。因为大家欣赏的不只是他的外表，也不只是他的名气，更是他面对困难时展现出来的态度。面对压力，王一博没有退缩；面对争议，王一博没有逃避；面对挑战，王一博选择迎难而上。这样的品质，无论放在哪个行业都值得尊重。当然，截至目前，关于这场事件的很多细节依然停留在网络爆料和网友讨论阶段。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相关信息，不造谣，不传谣，等待更多真实可靠的信息出现。但无论如何，从过去这些年的表现来看，王一博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前进，一步一步提升自己，一步一步突破自己，一步一步证明自己。而这份坚持和努力，也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王一博身上的价值。好了，关于这场引发热议的网传风波，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如果你是王一博，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你会选择沉默到底，还是会像网传内容所说的那样，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？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支持黎春正。你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，都是我们持续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